好，我们在这边打算是要谈论费马平方和定理以及 LeetCode 的第633题它的一个解题的一个方式。好，那如果说我们进入 LeetCode 的633这一题的话，我们其实大致可以看到这个题目。那这边的说明应该非常一个清楚，就是说，假设你有一个非负的一个整数 c，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确定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写成平方和像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相对应的一个数学定理。那其实这个定理，应该是最早相关，应该是从费马所提出来的。不过就是说，费马它的一个定理大概的它的一个叙述是说，假设P 是一个质数我们讲是大于2的一个质数。那么它可以写成平方和的时候，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写成平方和呢？它有一个等价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你这个质数抹掉4要与1，它就可以写成两个数的平方和。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啦，比方说是质数3的话，它基本上它能写1平方加1平方加1平方，所以这个当然是不合3模式它是余3所以不行。那下一个质数像是5的话就可以。那其实呢，它就是1平方加上2平方，7也不行。那下一个质数，像是1313的话它是可以的。13的话，它可以写成2的平方加上3的平方，这是 OK 的。好，所以这边这个是费马所提出来的一个，应该来讲也是一个猜想。真正第一个证明应该是欧伊勒所证明的。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离我们解题呢还是有一段距离。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实际上真的是要解这个题目呢，它的定理呢是说，当你的整数 n 当然我们讲的是自然数，它当然是可以将它质因数分解比方说2的1/2次方，3的1/3次方，一直到一般项是P K 1的 K 次方就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质因数的一个分解。那么它可以有这样平方和的情况呢，它其实也就是说，它只要是必须是所有这样的一个 factor P
那它的情况是我们其实只有考虑，当它特别是模式于3的情况，它的exponent 呢，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它就写成 EP 的话，它必须呢是偶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可以写成这样的解。好，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那实际上来讲的话，这边我们也不一定是所谓的质数的因数啦，其实我们一般的因数也可以。这是一般的因数，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只要是一般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基数的一个数字啊，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来撰写我们这样一个程式。好，那其实，在撰写之前，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看比方说，假设 n1 呢，它是可以写成2个数的平方和 n2 也可以写成2个数的平方和。那其实这2个数字相乘，它也可以写成2个数字的平方和。那这个做法其实蛮简单的它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写成 AC 加上 BD 的平方，再加上 AD 减掉 BC 的一个平方，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这边是减，这边是加，那如果是2倍的话，那也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程式的一个撰写的一个方式。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出来那个定理，特别他这边所说的，所有它的质数的因数只要是4n 加 k 的一个形态，它的那个质数的部分呢，必须是偶数。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程式撰写的部分，程式撰写的部分，我们当然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的 C 这边的 C， 它原则上它的所谓的它的子因数分解，2的 E2， 3的 E3， 只乘一般项是 P 的 EP 等等。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刚刚的定理，也就是说2的幂次方其实它并不会影响到它是否是完全平方数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当然在这个程式这边一开始它如果是小于等于2，我们当然就是说它一定是可以写成那个完全平方和。好，那再来就是说，它如果是偶数，那我们就除以2，我们一直除到它变成奇数为止。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先把一种情况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如果是模4余3的情况下，那它这个一定是不可以写，一定没有办法写成平方和，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排除掉了。那下面呢，主要的部分呢，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for loop。在这 for loop 里面呢，我们其实只要试到我们 C 开根号为止。那原则上，我们只需要考虑模4余3的所谓的基数的因数就可以了。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当然最小的这样模4余3当然就是3，然后下一个当然就是再加4。好，所以我们的一个变化量就是每次加等于4。好，那如果一旦呢，它确实这样的 k 呢是 c 的因数，那我们就去计算它的，透过这样一个小的一个 for 回圈我们就可以去计算它的那个幂次方的次数。好，那最后呢，我们就判断它的那个指数部分是不是偶数如果不是偶数，那就没什么戏好唱，那就不可能是完全平方数。那整个 for 回圈 loop 都算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判断因为它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的回圈，光是这样的回圈它并不足以判断，所以最后我们再去判断呢 c 除以4它是不是余3如果是的话，那它也不是能写成完全平方和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是可以的。好，所以整个那个程式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撰写。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实作的一个情况。好，那实作情况，我们这边呢，基本上跟刚刚的简报大体上是一样，但是我们加上了当中的一些过程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在这边程式第8行的部分，我们是要判断它的，就是将它的2的幂次方整个都把它除掉之后，它所剩下的那个那个数字然后这边再去判断它，如果说这个数字呢，如果是模4余3呢，那我们当然就跳出来，它当然就不行。好，然后这边13行一直到后面14行这边到28行这边，就是我们的刚刚所讲的 for 回圈主要判断，只要它有任何一个基数的因数呢，它的形态呢是模4余3，然后它的那个指数部分呢不是偶数的话，它就不可能写成平方和那然后最后呢，回圈跑完之后，我们再去判断如果说这些都回圈跑完还不足以判断，我们再去除以4，看看它是不是余3。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过程。好，那我们测试的数字大概是2的30次方，一直到2的30次方加30为止。这个31个数字，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编译执行一下。所以这边也包含了它大概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数字蛮大的。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一个解答。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加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它是说是到2的31次方减1嘛，所以我们1、2、3、4、5、6、7、8。1、2、3、4、5、6、7、8、9。好，我们测试一下。确实都可以通过。那我们 submit 了情况，我们找这一次可以看看所以我们的确实在 CPU 计算时间我们是最快的。